欢迎回来。当地时间周3至周4，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第1届美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白宫称，峰会邀请了12个太平洋岛国参加，展示一种深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并计划签署涵盖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的11点联合声明。但所罗门群岛就拒绝签署这项由美国牵头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协议。观察指，这对美国要在太平洋重新确立自己的影响力构成了打击。白宫此次邀请了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帕劳、瑙鲁、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萨摩亚、图瓦卢、汤加和斐济等12国领导人参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披露，美国最初只邀请了与其拥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参加峰会，并不包括库克群岛、纽埃岛、新喀里多尼亚或法属波利尼西亚。然而，在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坚持和游说下，邀请范围才扩大到这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道还指出，最近几周，华盛顿一直在与上述国家谈判一项关于美国和太平洋岛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新联合声明。美方建议联合声明的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安全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预计将在峰会上签署这一联合声明。分析认为，华盛顿正在采取行动，加强与该地区的外交、开发和商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几个太平洋岛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就在周一，所罗门群岛向其他太平洋岛国发出外交照会，宣布该国不会在本周签署与美方的联合声明，并强调对该文件没有取得共识。所罗门群岛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相关提案，而且联合声明必须经过所罗门群岛国民议会的审议。有疑虑的还不止所罗门群岛，萨摩亚总理马塔阿法也表示，太平洋岛国和美国之间的联合声明相当笼统。他强调了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的重要性，但是并不希望看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帕劳总统惠普斯则表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正在扼杀帕劳的经济发展。我希望联合声明是真正建立这些伙伴关系的实质性计划和举措。虽然说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商量这11点联合声明还在商议之中，而且呢，它确实这个突出了气候变化，还有这种抗疫的一些这种议题，这个确实是这个南太国家比较关心的。但是呢，它其中也提到了像基于这种规则的地区秩序，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它真正的这个目的所在，也就是这个围绕地区秩序这些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事实上，太平洋岛国被美国忽略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上周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进行期间，召集多个国家举行首次蓝色太平洋伙伴外长会。布林肯在发言中声称，美国将深度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发展，并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但讽刺的是，蓝色太平洋伙伴没有一个成员是太平洋岛国。美方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成立于今年6月，初始成员国包括美英澳日新5国，印度是观察员国，德国和加拿大外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构成上看，这个组织几乎是四边机制加奥古斯的翻版。加拿大外长梅拉尼·乔利在会前宣布，加拿大将成为蓝色太平洋伙伴的正式成员，这意味着五眼联盟齐聚该组织。所以我觉得是2个层次，首先就是美国打造盟友体系，第二，我觉得以盟友体系的这种方式，那么组合他们各方面在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方面这种优势，然后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这种影响和联系。但是根本上，我觉得还是不可排除的，就是要和中国在这个地区竞争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实际上，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太平洋岛国长期不受关注。今年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人道主义救援、自然灾害应对等领域开展合作，旨在促进所罗门群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协议，却让美西方国家不淡定了。新西兰总理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多位高官时隔多年密集出访，澳情报部门负责人亲自登门，而澳媒不仅试图挑拨中所关系，甚至宣扬应入侵所罗门群岛，推翻政权。美国这些国家的担心，实际上就一种新冷战思维。实
实际上就跟这些年他不断的抹黑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种思维逻辑是非常一致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些国家本身重新来选择和中国建设，是从他本国的这种经济安全利益来考量的。软硬兼施下，所罗门群岛并未屈服。在上周四举行的第7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控诉称，与中国建交以来，所罗门群岛受到了一连串毫无根据的批评、造谣和恐吓，但该国不会同任何针对主权国家、威胁地区及国际和平的外部势力或安全机制结盟。Solomon Islands has no enemies, only friends. Our struggle is to develop our country. We stretch out our hand of friendship and seek genuine and honest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all.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索加瓦雷的表态掷地有声，有力回击了外界对中所关系的无端非议和不实指责，捍卫了中所两国开展正常交往合作的正当权利。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原则，发展与所罗门群岛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始终做所方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一如既往支持所方走独立自主、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